我真的是回来了。年轻偶像剧，阿北做偶像的话，你们敢尝试，我为什么不敢呢？我是谁？谁是我？谁能入我快活？所以说，大家好，我是6月。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没有想到说他竟然回来了。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就是谢韶光，欢迎韶光大哥。对，谢谢，就是我是谁，谁是我，我就是谢韶光。原来那个就济公对吗？你们的印象？那个真的很经典，我到现在还记得，有时候就是搓污垢的时候我就想到你。对。首先我要先欢迎一下韶光大哥，重新回到了我们新传媒这个大家庭，欢迎。那部戏对我来讲也是我演艺生涯里面印象最深的，因为它最辛苦嘛。最辛苦是那一部戏。对呀，因为我几乎每场戏都有啊。那每场戏都有，你根本就没得休息，然后拍了4个月，然后平均一天只睡3个小时，然后又全部吊啊呀，全部动作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讲说，回去拍济公2，我想到那个动作，我都开始流冷汗。其实在看节目的你们应该都会吓到说，韶光大哥就是终于重出江湖了。会有惊吓度吗？其实我都没有退出过，怎么来重出呢？我只是退下来而已啊，做其他东西啊。以前有人找我的时候，因为我在做其他东西，所以我就完全就没答应或是没接受嘛。可是对于演戏跟整个表演的东西，对我来讲是在我的血液里面。我看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我在里面我也会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演？这个我会怎么处理？那个会怎么角色？所以我从来没离开过啊，因为我把我最好的青春全部都用在这个演艺事业上啊，所以对我来讲是印象最深的，然后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我最好的年华。为什么你会愿意回来？我现在老了嘛。然后回来退休啊？不是，就是说，对，你为什么要说你老了？对，因为其实这个年龄段，如果我现在回来的话，我接的角色就是成熟，对，甚至是可以横跨老年角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一个演员他的生理跟他的那个情况，你只能够演你实际年龄的年轻10年跟比你大10年的那角色。如果你要再演，很像说再年轻一点、再老一点，其实是有点 overstretch。现在我如果是隔了这些年，我不能够再演我以前的角色，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有新的角色，就是以前没有能力演的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年长的那些有特别有分量的角色找到我的话，这个就是我重新再去探索我的演艺能力呀。哇，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很期待我也期待就很期待，想说你接下来会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啊？就你跟公司谈的时候，有就是特别跟他说，我其实还蛮想要挑战哪一些角色吗？没有，因为其实我这次签的基本上是经纪约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会尽量做。然后挑战就是说我的能力，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啊，有些东西你也不可能挑战，当然是要复合啊，就是说大家要有年轻偶像剧。年轻偶像剧，如果你们是要做荒谬剧啊，然后要有一些那些反差啊，或是要一个阿北做偶像的话，你们敢尝试，我为什么不敢呢？可是你们冒险比较大。你以前有合作过，其实很多很不错的演员，有没有谁是你这一次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要跟他合作？都给我吧，因为我想。隔了这些年，我也看你开始清点嘛，你们有没有成长？我就要看你们的变化嘛。那我有我的变化，你有变化，而且这个东西你不能够带着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进去，因为反正演戏就是活的嘛。是。那你有你的新体验，我有我的新体验，大家就来交流吧。OK， 这样子，如果现在要开一部剧，然后你是男主，你会希望女主会是谁？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我是男主的话，可能我就演阿公了。哪一个女主想演阿婆嘞？你现在这样一讲的话，我会觉得这次演阿婆演的比较就是观众记得的，可能是慧芳姐。都可以啊，她演阿舅妈，然后现在她又拍一个，她就扮那个阿嬷嘛，因为。慧芳姐她 camera 很喜欢她，因为她在造型上，尤其她戴假发做这些，她没有违和感。因为我跟她合作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她演我嫂嫂，我还暗恋她呢。我认识韶光大哥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是很红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就是你就说你要离开新传媒，大家其实还蛮讶异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红啊，我只觉得我幸运。我的幸运是什么？我接到好角色，然后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啊，终于接到好角色，我就尽量演好。那演好了之后，哎，被肯定，然后不只是被观众肯定，然后被制作组肯定，然后你才会赚到另外一个演出机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是战战兢兢的，只要拿到角色，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然后做到最好，我才有下一个好的角色。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很幸运的是，几乎没有间断的都接到有挑战性的角色。那有挑战性的角色，然后我又能够把它拿下的话，我是这样。很爽，会不会那个感觉？会觉得不辜负吧，不辜负制作，也不辜负观众的期待。所以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拍戏很辛苦，是因为那样子的原因吗？让你觉得说你可能想要离开一下子？没有，因为你人是有极限的，因为当你的工作压力是这么庞大的话，然后你要说，而且是长年累月的累积，所以刚开始你不觉得，就是说反正就是说 OK， 这部戏拍完，我可能就是哎呀病一轮，然后又再修复回来。可是你不知道它的那个累积，就很像你的 battery 这样，很容易就 deplete 了嘛。突然之间就是说你的精力会减弱，就是说，诶，为什么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能够挨？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动作，然后有运动伤啊，然后那些就加剧了。整个状态上你会觉得就是说我怕，就很像我讲的，我怕辜负那个角色。所以当你怕辜负那个角色的时候，你会退一步想，就是说，可能我要把我的状态再养好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很蜡烛两头烧了。所以我已经有点burnout。后来我去台湾拍戏的时候，就遇到921。那921的时候地震，然后你看到那些灾难的情况，然后后面又是那个海啸，然后又再加上很像说，我父亲那个时候身体也不是很好，再加上当时的情绪就会马上就会铺天盖地的让你要面对那个现实，然后你再对生命的那些探讨啊，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生死问题就回来的时候，你就会我想在这边再探讨多一点，因为那个工作压得太紧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我只是 go on auto mode， 那当然里面还是有很多能量，可是那个能量已经慢慢没有这样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充一下电。因为像韶光大哥哈，虽然你没有在荧光幕前出现，但是我们知道，这10几20年间，你其实应该过得都蛮精彩的，对不对？因为我做了那个流浪猫的那个住所，然后为了要资助它嘛，所以我就开了餐厅，所以开了餐厅就收入补助，然后那餐厅因为是煮素的，然后他就跟佛堂有联系，那有佛堂有联系的话，他们也是有很像说临终助念啊那些关怀啊，那我就有时候我有空我就跟着去，后来我也跌伤了，然后我就不能够扛重的东西，然后我是靠瑜伽慢慢的水来。他们讲我的佛学基础也不错，那不如尝试个短期出家嘛。然后说那也好，反正我也不能做初中工作，那我就比较做文一点的嘛，就看经书啊、经文啊。所以反正就是遇到什么做什么，然后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我人生之中冥冥中安排的那些。是注定的吧。我是在 COVID 之前回来的吧。那 COVID 之前又 lockdown 了3年，那整个社会形态啊那些东西都变了。然后可是因为这个隔离期间，自己又更有深度的一个自我探讨，觉得还蛮多领悟的。然后出来的时候又跟新演员在交流了之后，又重新把我对演艺的那个热情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这个结果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啦，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一直在猜，会不会是你要回来了？因为你不是注册了一个 IG 账号吗？是他们帮我开的啊。不是你自己开的啊？他们说，你还有很多粉丝。我说我知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拍戏，我说这些都是过去式。所以他讲，你开，我讲那就开。好听话。这么反应。好热烈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说不只是他们还有这个关注，而且他们对以前我的演出的那些角色，他们都好像都放在心里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讲，不管是陪着你长大，或是给你欢笑也好，给你安慰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好难得的一个经验。突然之间，我会觉得说，我以前演出在别人的心里是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对我来讲太神奇了，真的太神奇了。我好奇哦，小光大哥，因为那个 IG 现在开了嘛，是你本人在经营吗？是，可是我现在在学啊，因为我之前看的都是那些演员啊，或是观众朋友的反馈，那我就说做个回应吧，我就放了那个。做了回应之后，我就说，我该怎么去经营呢？我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在学着怎么经营，可是怎么言之有物，因为我自己有个优点是缺点吧，我一直怕辜负别人。可能我也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重，因为我看 social media 应该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然后反正跳着跳着，不要太在意。对。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刚才这些东西都太多了，而且高手在人间嘛，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是欣赏。我做个欣赏者，我会觉得太幸福了。我看我在我自己方面，我的特质跟我的特性，我如果符合得到，能够贡献就贡献吧。现在我还在摸索啊。我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找你拍那种抖音短片还是什么话，你都很愿意。我不知道我能胜任吗？因为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也察觉到它整个生态，就是说你就是流量啊，然后就 follow 啊。那流量归流量，那当然就是说流量它有它的一定中心点，因为你在做 content 的时候，它是 very time consuming 的，然后你也要放很多心思去想它的 content， 所以这个东西虽然你讲是不管是搞笑也好，跳个舞也好，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努力啊。你有没有给你自己一点目标？你想说这一次我回来，你希望可以达成一些什么，还是做到一些什么吗？我不会这样虐待自己。你不会想说我要 set 一个 goal， 我没有到这里，我就不要放过我自己。干嘛？我只要我手头上的东西，或是我能够 work on 的时候，我就尽我的能力，那个 goal 就自然会在了嘛。反正如果我还 set 一个 goal 的话，我不是分心了吗？这样讲也对。对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请韶光大哥，你可不可以就是跟这一些期待你回归到荧幕前的粉丝们说一些话？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陆陆续续所有的那些观众朋友对我其实都很宽厚的，然后每次都讲说你为什么不演？我期待你演。我说你真的想看我演吗？我说我也在等机会啊。所以现在我只是跟你们说，我现在出来公告，我真的是回来了。那有没有机会的话，那就看以后吧。那如果真的是有角色的话，我们通过角色再相会。再一次欢迎韶光大哥回来我们这个大家庭。等一下，如果找你做主持的话，你愿意吗？主持我不行吧，我的口条不行吧？因为我记得好像你2005年的时候，好像跟 Brian 大哥有一起主持过节目。不是，那是旅行节目，只是玩啊，看是什么主持吧。因为主持它有很多不同类型啊。那如果是主持人，像说比较严肃的，可是比较要做很多功课的那些社会课题啊，那些什么东西，那个都是要花很多心力的。那如果是真的是主持的话，他还是要靠点天分，就是说你的那个思维的敏捷度啊，然后你的口条啊那些，我还不知道我行不行哎。可以的啦，吃喝玩乐而已。我们节目欢迎你。啊，吃喝玩乐啊。老板在那里吃喝玩乐，老板会付钱哦，我们只要去玩。OK， 可以吗？我这个年纪，我要注重健康，我饮食要清淡，我要做yoga，所以太过那些好疯狂的，我负担不来吧。有机会的，有机会可以挑战一下。谢谢韶光大哥，谢谢。也希望很快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合作。希望，我也希望啊。所以每次那些观众都说期待我演出，我说我现在期待观众的期待。听到了吗？监制，听到了导演们。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拜拜。